你想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明天地铁新赛季的更新，我觉得只需要知道以下几点即可。尤其是爱当卧底当嫖仔的玩家，看完这期视频，本将保证让大家不靠点护航也能轻松拿捏新地图。安排。首先是嫖仔最爱的无双刷 BOSS， 第一个能爆墨守七级头的自重石，不用啥技巧啊，直接像我这样拉开远距离打就行。第二个爆手路的隐微隐性，则是拉到房间的楼梯这里打。国宝机甲和正极之神，前者和刷狂火围猎一样，拉扯着打就行。正极之神呢，建议在 BOSS 店的箱子后面打，这样不容易被溜。另外，等 BOSS 血量过半时啊，攻击手臂的橙色部分还能掉落他的专属变白物。嫖仔要注意新阵营的人机还解锁了近战攻击方式，然后是新赛季新增的特殊装备。我勒个骚杠，90万天价的高倍热成像，光子啊，你真损呐！真正做到了配件比枪还贵。就这价格啊，怕是靠点赞加护航赚上千万的老板都付不起吧？也没啥特别的，热成像效果再加个1到6倍之间任意调整。这玩意儿要是配上新出的2把枪，那妥妥的就是高射炮打蚊子，估计啊也只有妹控 AOG 能驾驭得了。防脑6神器的墨守七级头的身份提示，不用我说都知道吧？要是能再配上脑6神器手弩，多发骑射加连射模式，绝对能和爆炸弓一较高低。如果你问我下赛季地铁逃生版本的答案是什么，那绝对是轩辕套装。轩辕气头减少30%异常状态的持续时长，轩辕气甲降低30%的燃烧和毒性伤害，最变态的是还能降低70%的爆炸伤害。这意味着啥？手雷塞嘴里都不一定能炸死，定力人坤见了都得当场喊爹。有道理。这个年兽狗杂虽说是新年活动直接白嫖获得，但除了自带皮肤啊，你增加的这一点伤害，真就一点有啥用啊？笑。还有个传世武装双节棍，先不说手感，自我感觉啊，效果是一赛季比一赛季拉。我就问，增加倒地后的血量图个啥呢？能让敌人多羞辱一会儿吗？但是你若把爆率提高了，当我没说，明天我就出个不出双节棍就一直打的护航单。这个宝物鉴定系统啊，它是光子埋在新赛季里最大的坑吧，比开盲盒都刺激，真不建议嫖仔碰这玩意儿。一次鉴定花上300万，鉴定出高品质珍宝的好，可以放展厅评估积分每日领宝箱。但若是低品质的物品啊，就当场天塌了。低品质的即使回收也很难获得好物资。回收后呢，又得到个鉴定物品，我勒个逆天套玩，还得是你啊，光子啊！这回算是小到拉屁股开眼了，还不如去找这种超级物资箱，爆率超高。只要玩家靠近就会听到音乐声，而且打头后啊，保底能出一个金色变白物，简直不要太香。但就是其刷新概率啊，堪比金农。本将在体验服玩了2个半月都没碰到过。如果明天新赛季谁遇到了，给本将瞧瞧呗。新赛季开荒不打人，不进辐射不吃操作，一局就让你穿上7套加卓越枪，单人不靠队友，甚至千万撤离都不是梦。我操！连博尔特都要喊一声大哥，这才是新赛季烽火龙珠的最佳开荒姿势。这赛季的活动奖励啊，大家就不用指望了，全部领完了也才不到100万。可能啊，在新地图开荒的小伙伴就已经发现了啊，这烽火龙珠啊，都称得上是打破地铁常规玩法。博尔特什么的通通面临失业，因为由于辐射区啊需要拉闸才能进，所以地图上的大量玩家全部聚集到辐射2侧外围，从而导致两边直接开始养蛊。只有两边最终获胜的队伍啊，才有资格进入辐射内围，开启终极蛊王之战。所以也可以说，这张地图就是专门为钢枪而生的。像我没带个自家护航跟这样，我连门都不好进。而且啊，由于是一左一右进入辐射，还会导致辐射区的箱子啊，大家只能吃的很少一部分。平均下来啊，一队玩家每人呢顶多能赚个200-300万左右。虽说点咱 BEN 护航啊，轻轻松松一把入账1000万，但靠自己开荒它不香吗？大不了少赚点呗。有道理。普通怒皮队友啊，肯定不会给你送物资。就比如我第一把开荒冲辐射，累死累活才300万，还不如来个逆向思维。星图辐射区啊，并不是唯一选择，单4打野带7级包，护甲上呢带3个精致小包，头要不要都无所谓。但本将这刚开荒啊，也没啥条件，就随便带了。不管复活在哪里，开局我们先原地罚站1分钟，规划路线。像本将这把啊，复活在农庄，那我们的路线啊就是农庄、旧仓、西郊，再到客运中心、工业园，然后是轩辕山庄、桃花台、云顶阁、老作坊、石进街，最后啊刚好撤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复活点来规划不同的路线，但有一个宗旨，以有 BOSS 主城区为主，其次是带名字的野区，不带名字的一律不要去浪费时间。虽说这些地点不可能全都没人搜，但绝对有70%以上我们可以搜得到。毕竟新赛季啊，没人能拒绝得了辐射区的诱惑，而且本将感觉啊，这新地图爆率绝对是没得说。对了，建议大家有白卡、绿卡什么的一定要带上，这还是我开荒第2把，没啥条件，只开到了1张绿卡不说啊，工业园、轩辕山庄和云顶阁很大一部分箱子还被突击仔开了，就这样子一局下来，战本值也是轻松到了500多万。要知道我背的可是6级包啊，还有很多物资捡不下。要是7级包加上运气好点，开到白卡、黑卡，
这一局啊怎么也得上千万。另外呢，打野还能增加遇到超级物资箱的概率，万一遇到岂不是直接起飞？更别说啊，这方法不用打架，不吃操作，更适合所有地铁玩家体质。趁着现在知道的人不多，赶紧去。另外呢，想躺平赚 W 啊，别忘了啊，还有咱 BN 护航坚实的后盾哦。轩辕7套能硬扛手雷不死，铁爪刘博尔特将统治地铁。本赛季版本的地铁答案到底是什么？铁爪黑鹰轩辕装备到底该怎么搭配？本期视频给大家详细测试一下。可能呢有很多人新赛季开荒都没仔细看更新公告，新版本铁爪阵营头甲包以及护件配件内衬外骨骼全部移除原先的减少重量效果，改为增加百分比移速。另外疾跑天赋的位移啊增加改为最多12%，这个移速效果到底有多恐怖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2个号同时点疾跑天赋，我们拿一个穿普7套和另一个加了3个内衬外骨骼铁爪7套相比，先是同一距离先跑300米看看。OK， 先让普7套一个身位。铁爪跑完后呢，和普7套差不多相差了20多米的距离，可以说是很明显了，并且跑得越久，差距越明显。初步估计啊，每秒都能拉开至少1米的距离，这意味着啥？1分钟拉开60米，一整局烽火龙珠下来啊，就能拉开2700米。这博尔特玩家不直接原地起飞啊？咱们再看看轩辕套的特性啊，竟然能减少异常伤害和影响时长，就是背包特性有点拉垮啊。我们拿普7套来做对比，说明一下啊，靶子选手是没有带体魄天赋的。先是毒性子弹，分别打一枪头和甲，伤害明显降低一些。然后是燃烧子弹，差距啊和毒性差不多。接着是爆炸伤害测试，现在榴弹让普通7套尝尝味儿。还是挺疼的，顶多能疼4炮。看看轩辕套表现如何啊？我靠，这就有点离谱了啊！说是刮痧也不为过啊！再来看看火箭筒伤害，嚯，这伤害感觉都要降一半了。难怪我昨天看咱 BEN 护航呀，人均一件轩辕7下穿得上，感情你们直接扛着炸药包带老板进货呀！我靠，这把千万带老板车里不就轻轻松松啊？后面呢有俩喷火器啊，燃烧瓶测试了一下，真的是全方位减伤。既然这么牛，那轩辕套能不能硬扛一颗满雷呢？果然不行啊！但在近距离的手雷爆炸中啊，轩辕套的爆炸减伤还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普7套承伤的1半左右。但要是你的轩辕甲上带有防爆刺条，那就牛叉了，配上体魄天赋，甚至可以吃2颗满雷不死。尤其是像这种极品刺条的，再带个维修包，捏颗雷下就往敌人堆里冲，自爆流横空出世，堪称地铁最强护甲，直接吊打东林人坤。另外啊，轩辕头的减伤 EMP 效果比较鸡肋，所以奔将推荐的7套搭配为铁爪包、铁爪头外加轩辕甲，跑得又快还抗揍，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别忘了啊，护航就找 BEN， 1把金银满仓，2把别墅靠海。不是吧，就一把手裸，连个 LV 包都没有，你这是被送进深山当山顶洞人的吧？10个玩农9个穷啊，还是一个穿裤衩。本想不带包进去呢，这谁知见识实在是太占地方了，省点钱，我就不信你连赚不到7级包。我觉得这赛季出的手弩和十字鬼实力就在于一个手动挡，一个自动挡，关键是他连个高倍镜都不能装，裸眼视力突破极限，手动对焦无敌上。再来试试打7套的效果，1、2、3，大90。黑暗笼罩万物，我将是黑暗中最后的那道曙光。以来者，皆是黑。我靠！3进全将啊！我去啊！这新年的盒子就是大开门啊！记得呀，下次来点 BN 护航给你补偿啊！我让他们全部给你打回来，绝对给你帝王般的体验。不好，有人想趁火打劫。蹲着往前慢慢走。打架少个人，舔包多双手，这是你招回来的客户吗？笑死我了！让你白嫖7甲，你也不中用啊！这小光公啊，绝对是屋子里挂红炉，真拿自己当爷了。大过年的，真就忍心让我一个4包破全秃。家人们气得我肚子疼。嘿，我还不信呢，这次我装不下1000万。这边呢，闪现到负责区外围，听到有小事，观察一下。
哎呀妈，自信够妥了，4发齐射爆头没死，不知道掉多少血，但肯定很惨。往右边呢，枪口1秒左边他出来的位置。嘿，新年快乐，小鼠说。最搞笑的还是这个小龙虾，我噼里啪啦一顿乱射，结果这货以为我是躲大门口支援的。人家减肥减腿减腰，就你个胳膊壮要减脑细胞。看看这把的爆率如何啊！卖你2根！我靠，不眼花了吧？哇塞，不错哎！想啊！单排用这个手软就不用提防小朴仔老刘偷袭了，他真正做到了杀人如武器。唯一的可惜就只有弹道对撞器了。教大家一个单排刷 BOSS 防老六技巧。当我们刷制造体傀儡的时候，外面男人呢，他肯定优先打外面的人。看这个激光，绕过我们直接打外面。说明外面必有老六。从另一个门出去，绕后。Excuse me， 我这主线任务还在进行中，你又是哪个支线啊？看看伞妹兄给粉丝送了什么新年礼物啊？我靠，新传世武器啊！刚舔包的时候就听到这边有脚步声。哼，怎么的呀？闻着我火麒麟的味儿了？哎呦鸡居然没干过10字路，怎么这么爱干剑啊？还有颜面扫地啊！不二批升完了711万，黑轮胎完839万，绿轮胎完900万，2把算下来呢，4.5路也就是2000万了。炮虎都笑成贝利亚了。对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拜拜。想全部掉带神魔双节棍的敌人到底有多难？超雄轩辕套小金人到底能扛多少雷和火？这次测试结果绝对颠覆你的认知。这3金的双节棍大家都有了吧？没有？嘿，瞧瞧，我也没有。上次看到主播数码测试说啊，4、50个火，7、8颗雷都淘汰不掉携带双节棍的玩家，有这么离谱吗？我就好奇啊，这自带新之钢特性的道具啊，这要是全部他们得锤多少拳啊？借了个双节棍来测试一下。大家注意看啊，倒地后会有一节血量显示，这个是我们本人的血量，后面呢全是双节棍给我们提供的额外200点血量。现在开始数。他瞄60多拳才打掉1半血量，愣是给假锤的都没赖久了。这样算下来，如果假赖久良好的情况下，想全部一个带双节棍的7套，起码得120拳以上啊！我靠，那不得锤个1分钟啊！难怪我们家护航给我力荐这个双节棍啊，说贵有贵的好处。再试试带双节棍的普通轩辕套，需要几颗雷和火才能连杀逮捕。1颗雷直接打，和之前测试的一样，看看几颗能补掉。倒地后1颗半血。差不多占了150多点血，再试试燃烧瓶，全部吃满的情况下，伤害要比雷高点，但都需3颗才能连杀逮捕。这是轩辕防爆加辣火的超雄小金人，吃1颗满雷才轻伤，3颗满雷才能炸倒。燃烧瓶也杀。专家算了一下啊，轩辕甲呢能让爆炸伤害降低70%，再加上防爆材料呢降低20%，一共降低90%。而手雷的满伤是500，所以穿上防爆材料的轩辕七甲呢，一颗手雷只能造成50点伤害。至于赖我材料的轩辕七甲啊，可以把燃烧伤害降低80%。如果算上体魄天赋加的16点生命值的话，想连杀逮捕携带双节棍的超雄小金人啊，一共需要7颗雷或者6个燃烧瓶才行。我勒个逆天数之冠，这要是让我们鼻炎的老板穿上，谁还打得死啊？而原视频说了4、50个火啊，7、8颗雷都弄不死。个人觉得那是测试的时候啊，燃烧瓶叠加，再加上打满了饮料，实际上啊没这么离谱的。但是这2搭配在一起啊，轩辕甲起主要作用，也是很逆天的了。依照教会你100%触发无人局，让你们每一把都能清完物资撤离。看我这次连续送了5把人头，那可不是癞蛤蟆配青蛙长得丑玩的话哈，因为这是卡无人局的必须条件。最近的无人局真的是大火啊！不出意外的话，只要自虐图白给5次以上，而且还是被玩家打死的，就可以成功触发无人局。所以本将呢，我也迫不及待来验证一下，如果把都能触发无人局千万撤离，谁还闲着蛋疼去某个辅佐区啊？有道理。第2个账号也是连续5次后白给，即使与人双排，依旧成功触发了无人局，简直不要太香。当然了，这属于先苦后甜打法。
连苦都吃不起啊！我还是建议你来找我们 BN 护航了解一下真正的无人区。可当我用第2个账号又4、5次之后，发现好家伙，不知道是被侧环修复了，还是无人局每天只能触发1次，怎么的？我操！这次进去啊，居然是有人的对局了。不信邪的我今天在发视频前又来尝试一下。我靠！不是光子，我都被打成筛子了，你弄是1把无人局都舍不得给我呀？这么说每赛季只能触发1把无人局啊？你就不怕我们手术玩家新年给你寄刀片过来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每个账号每赛季只能卡1把无人局的话，那我就有个大胆想法了，赛季末最后一天一直连续白给，这样我们赛季初大概率不就是无人局啦？赚个1000万启动资价不是有手就行啊！你的赛季初，我的赛季末，躺着开荒，你们觉得呢？盘点烽火龙都3大无敌老6点位，飞天遁地，甚至连正机之神都开上，到底哪个老6点位最实用呢？这就是烽火荣都的最新老6位置。我勒个上古史前 bug， 我敢大赌啊，发现这 bug 的玩家起码是PUBG 10年老玩家。我们来到装备区这根柱子这里啊，然后对准40方向一直往上面跳就可以了。按照作者说的，40方向不停点击跳跃，就有机会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等到升高到一定高度或者稳定下来跳不动的时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看清楚了吗？这乱车乱世的雷霆！优点在这儿蹲打 BOSS 的人那是一蹲一个蹲，死都不知道你在哪。缺点呢，就是要是有2个以上一层 BOSS 出来，我们破墙秒不掉，那纯粹就是癞蛤蟆开悬崖，想当蝙蝠侠。坏消息，抱歉的。好消息，敌人不一定能舔到。那我就有个大胆的想法了啊，点3个咱家的 BN 护航做人体诱饵。老板呢带一把装了消焰器的 AUG 在这上面蹲着，黑咕隆咚的又没有火光，护航呀负责把人引到这下面。不仅能带老板从南山敬老院平推到北海幼儿园，还能让老板爽个够。敌人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我们在大气层上呀，妙啊！像我这波啊，前有狼后有虎的，要是在常规的老6点，这肯定是需要敌人先打起来，然后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哎呦啊！但在这点就不一样了，先把这边拿下，再打他门口的。没子弹了不用慌，敌人比我们更慌，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打的。黑手，这地方虽然无敌，但还是有不好之处，就是下去的时候容易摔死，建议带个自救器或者带个护航一起来。第2个老6点啊，那就牛批了。看到没？真机之神的背后还能进去，而且在这里打 BOSS 的普通技能打不到你。真的假的？好像是从 BOSS 点左边的石头做一个攀爬就进去了。我丢，真的可以啊！不是奎哥，对不起，我不打了。What the fuck？ 很好啊，也是成功让正机之神给我们打成了7道碎片。不建议大家来这里当老6啊，不实用。这地儿看着挺唬人，但在里面不仅会被 BOSS 打，而且只能溜到进来 BOSS 点的人。最后就是呢，出去也是个大问题，他一不小心就要摔死，风险实在太大。还真是。最后一个，这就比较简单了。是个常规老6点，但知道的人很少。地点呢，在挖掘区最前面的大帐篷上，旁边箱子上一个大跳触发攀爬就能上来。这地方呀不会惊动人机，比较适合先进辐射的人用来溜后进来的。而且这个地方呢还能加2个入口，唯一能看到你的就是前面这个3层楼。建议大家双排或者4排的刷，一个人在这个帐篷上面，剩下的在3层楼。Nice。像我们 BN 护航就喜欢把老板藏在这上面，直接承包整个挖掘区，间接掌控辐射区半壁江山。想溜人的记得加个关注，后续更新更多老6点位。当然了，不想被溜的你得赶紧3连一下，好让光子看到赶紧加班修复。拜拜！一招教会你如何百分百卡无人局6.0版教程亲测，把千万车里。最近啊，和平地铁这些卖无人房的真不是一般般了啊！也难怪大家感兴趣，每局零头在这里啊，甚至连个卧底都没有，依旧是随随便便挣1000万。越来越多人呢看到了这块蛋糕，最低3-4秒就能开一把，还有各种售卖教程的，简直书可忍啊，嫂嫂不能忍。关注我3连视频，今天分享帮大家测试最火的3种教程，看看到底哪个最实用。不出意外啊，光子这一次肯定要汗流浃背了。首先是最广为流传的顺开游戏方法，只要不停的点击开始取消，直到秒进游戏时就是无人局了。好消息，不了心的；坏消息，遇到了穿7套的机械狗。果然啊，网上套路深，我想回农村。第2种方法还是奔着年前试过的那种补偿局的改进版，连续5次被玩家打死后，不停的尝试顺开，也是成功的在第6把触发了无人局，飞飞天力，真香！但这白给的次数把数啊也是固定的，比如第2次无人局的触发
是在本将连续白给10把之后，第11局的时候才触发无人局。有这白给的功夫啊，还不如找我们边缘护航来一把青图版的无人局呢。没有技巧，全是操作，至尊体验，总统级贴身保护啊！要是刷出个神盾双截棍啊，那破天的富贵他不就来了 Nice。但不得不说啊，光子在照顾萌新玩家这块还是比较良心的。前面2种啊都算正规的，他都是概率性遇到无人局。有没有既不用连续白给，还能100%保证每把都卡进无人局的方法呢？每局爽入1000万以上，有的，当然有的，那就是新概念博尔特刷钱流。原理啊就是拿小号做房主卡无人局，和大号组队，秒开的情况下，小号进游戏瞬间断网退出，这样既可以成功带自己的大号进入无人局，又不会让小号进入游戏，从而导致小号一直处于无人局的状态。好家伙！古有网友半夜交账呢，今有奔将赚爆仓，把把都保底1000万车里，屡试不爽。可是你们有所不知哦，这个小号断网退出的操作也是需要改文件的，而且是安卓手机才能改文件，所以肯定有很高的封号风险。不推荐大家去尝试，偶尔匹配到一把无人局呢，无可厚非，正常。但这种号称100%打法进无人局的，什么成分你们自然懂的。望各位小伙伴遇到啥慎重考虑，不然等待你们的呀就是热场了。相信我，官方肯定会出手的。等到被封的那一刻，那些什么火焰刀啊、双截棍、传世武器啊，也一定都会被清掉。你别等着后悔吧。是，仓库仅剩1场金啊，逆天改命求扶贫。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号赌的骂，生命的骂，空荡的仓库和破产的他，可以说啊是妥妥天崩开局。我靠！好消息有6套了，坏消息啊没出枪啊！我操！哎，还是好消息啊！可是我刚买了个巧克力板砖，所以这枪嘛，嗨，不然也就挂2年半地皮啊。2 hours later， 金没到手，说走就走，金甲一代谁也不爱。号主说这段时间啊，不知道加速器咋回事，老是游戏中途嗝屁，整个自己都被打成野人了。去和平吧，又是防沉迷。说到这儿，我也想问一句啊，你们都用了啥加速器啊？顺带给本将也推荐一个呗，我也求啊。哎，这谁家小博尔特还没成年就出来推箱子了？带版2级甲肯定不是我教的呀。看到了，人多欺负人少，就别怪我偷侧身的哟。对这个。还有一个在房子后，先用火锋右边路，我们从左边找机会。对，一条街还有一个，那不能犹豫了，不然一会儿要被包饺子。哼，好狗，不愧是我奔将养的，不慌，还有把火器。还剩最后一个，给你队友补了，看你急不急。不错啊，一家子人啊，就是要整整齐齐的。这俩小伙子啊，连裤衩子都掉完了，建议出去啊，赶紧点一单我们边护航回血。OK 呀，只要奔将精神在，到哪都是实力派。再拉个金卷就溜了。模式是不是这 PUBG 的外国小辣条都这么嚣张吗？溜了。上把呢算是给号主的开胃小菜，现在装备齐全，直接领域展开。OK， 得，游戏没过半，队友全完蛋。一个人呢还是要谨慎点好，先观察一下辐射区的形势。来了，一条街那边过来2个脚，当着我的面开吃，有点不尊重我的没空了啊。还有一个也残了，先用火锋路2边出口，既然敌人不动，那就确定好敌人位置，直接一个大跳跃射，1秒爆头线无伤带走。再来吃个黑门。哇，号主也是得吃了啊，4庄有望啊。等等，BOSS那边还有高手，那这黑门不能贪了，不然指定有大包子吃。这片地形呢不好反打，先撤一手，直接去辐射门口蹲了。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加倍吐出来。OK 来了，我直接小尾蛇突袭加黑曼巴摇摆，给我跪下！这老六我真的笑死我了，这小伙子回大厅啊，直接变成突击仔了。再捡个超级快递啊，小赚不到600万。趁着手机好，又给号主整了几张金券，看看都能开出啥。我勒个双击啊，号主，你是想把我吸干呀？4件金装外加1600万现金，绝对跟号主玩到下一个赛季了。OK， 视频到此结束了，拜拜。
不是哥们儿，你咋花的？仓库穷的就剩火焰刀和双节棍了，还来让我扶贫？我竟一时分不清到底谁才是需要被扶贫的对象了。再凑个蝴蝶刀啊，你就能凑齐传世3件套了。正愁着上榜找钱呢，结果工作台开出60万，但差点意思。既然没战备嘛，那就只能去世界借。哥哥，我破产了，你能给我分一点装备吗？我操，火焰刀！我操，火焰刀！来开把卧底也行，来吧。OK。我操！直接的吃7套满汉全席。我操，好帅呀！现在能玩了吗？队友现在能玩了吗？我操，双节棍！能把你双节棍借我玩行吗？求你了，队友。都在双节棍惹老我的一辈子呀！还是得靠双节棍硬控辣条哥。来，我给你把没配件的 M7364用。另一个小孩哥也给了把 P90。我来。Nope。不许他！就你这实力是护符吗？一局下来呀，辣条哥负责嘎嘎，我负责乱杀。但辣条哥呢，终究不是猛攻体质，最终啊，只能带着他俩的骨灰盒撤离了。玩归玩，闹归闹，不拿扶贫开玩笑，还是先去完成主线扶贫任务，并且啊，我承诺晚点给他们点护航呢，回报他们。哇塞 ！OK， 走，那个龙的船右边，走，咱俩先退出去，让他自己先打几把。OK 呀，有了2位辣条哥帮忙，现在咱也算是个7套小全章了，直接。我靠，竟然被机甲盯上了！难道刚才那个是这动力人突的队友？我他妈来了！哼，笑不活了呀，家人们！要不是 P90打动力人快，我高丽都卸他2次了。野生晨光自助餐，哪家大肘子这么大方？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工厂呢打得挺激烈，这我笨匠不凑个热闹。哟，果然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啊！还是让我来吧。喵了个咪，金盔甲，还想抓我贴面？不把你屎打出来啊，都算你拿得干净。这搭配呀，估计就是把门口的包填了。果然是个突击仔，啥也没掉。正当我想撤退的时候呢，好家伙，居然有人在我管辖内刷怀特，这能忍？必须上水呀！手雷开路，直接猛攻。挨了2分子，差点就开来了。最后啊，再开个黑门，肥肥撤离。主线任务倒是完成了，继续支线任务。喂，老板下午好啊，我是 KJ 俱乐部诺奇，给你送套 T 级好吧 ？OK， 我勒个豆！哎，你知道我们 KJ 俱乐部董事长是谁吗？库尔古牙？不是啊，现在啊？你不知道吗？他把那个俱乐部转让给奔奔了。不知道。现在是奔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奔奔是谁？谁呀？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唉，好吧，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过呀，看在借我装备的份上，还是让弟弟体验一下我们鼻炎的大肘子。清除了，好像。来，随便挑，随便选，装不下的我来帮你兜着走。我操，牛逼嘞 ！OK， 后面也是再给号主赚了点装备，1000多万的存款和满仓库的金装，
记住，下次再碰到这种传世武器残法，说不定我就给他卖钱了哟。好了，我是奔奔，我们下期再见。